我是奶茶医师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化疗之后白血球会掉呢？那白血球要维持多少才算是安全的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重要的主题。化疗的中文名称就叫做化学治疗，意思就是用化学物质制成的药物来对抗癌细胞。它的机转主要就是针对身体中分裂很快速的细胞，那利用影响细胞的 DNA， 然后呢，它去抑制细胞的分裂跟扩散，来达到对抗癌细胞的生长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除了像是癌细胞以外，还是有一些其他生长比较快速的细胞，像是毛囊啊，或是黏膜，或是血球细胞等，这些都是生长比较快速的细胞。所以说，在做化疗的时候，也会影响到这些细胞，像是产生掉头发啊，然后口破啊，或是白血球降低这些副作用。一开始的化疗药物是怎么样发现的呢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当时有一种叫做芥子气这种毒物，然后呢，它被应用在战场上面。那当时的医生就发现，暴露在芥子气的士兵，他的白血球的数量就会减少，所以后来这个发现就被应用在治疗像是白血病这种血癌。所以，然后之后才继续又发明了其他的化疗药物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药物，不是毒气。这些药物都是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跟设计才产生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医生的建议之下使用。我们做完化疗之后呢，身体它会经历一个有节奏的白血球起伏的阶段。那主要是分成3个过程。第一个过程是做完化疗之后的0到7天，这时候呢，化疗药物它会逐渐开始作用，那它会慢慢去影响骨髓的造血功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白血球它就会慢慢下降。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化疗之后7到14天，在这时候呢，白血球它会最低，也就是进入骨髓抑制期。什么叫做骨髓抑制期呢？那我们知道化疗药物它就是作用在生长快速的细胞，它会去抑制细胞的生长。那由于骨髓的造血细胞它也是生长快速的细胞，所以它也会被抑制。那由于白血球它的寿命很短，大概只有1到3天，所以当骨髓被抑制的时候，旧的白血球它被用掉了，但是新的白血球它还来不及补上，所以在化疗之后第7到14天，白血球它就会最低，然后这时候感染的风险就会增加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化疗之后第7到14天，一定要回到原来的院所去抽血，确认白血球是不是在安全的范围，而且在这段期间，最好就是要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吃熟食。如果有发烧，一定要立刻就医。第3个阶段就是在化疗之后第14到21天，这时候呢，身体是慢慢的在恢复，那白血球它也是慢慢的回升，所以我们可以逐渐的增加一些生活上面的活动或者是运动，来准备迎接下一个疗程。那当然，如果呢，我们在身体上面有出现一些淤青或者是出血，也是要记得回门诊再做检查。每一次化疗就像一次身体打掉重练的过程，身体都在默默的努力。这时候我们也需要给他一点耐心跟照顾。不管是化疗之后3到5天的恶心，或者是第10天白血球降到最低，尽管身体上面的不舒服是一个人在承受，但是请记得，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段路。在治疗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任何的疑虑或者是焦虑，其实我们都可以寻找医疗人员、心理师、病友社群或是家人的支持。我是奶茶医师，我会用医疗的帮助
陪你一起走过这段路。